那个时候他只是初步的，他就打电话给我说，你可以请私家侦探吗？我说请私家侦探做什么？去调查我的二姐。因为他说我的二姐把她的经偷掉，那个时候你懂吗？我们工作这么忙了，他可以打10多20通嘞，你打了吗？你找了私家侦探了吗？刚刚开始你就觉得不可理喻哦，你怎么可能哦？二姐嘞哦 ，Hello， 二姐，你所有的经都是二姐，大多数都是二姐买的嘞，你今天讲她偷你的经，所以我就慢慢的明白了，其实这些的脱序的行为哦，其实带给那个家里的人的那个心理的压力是很大的。家里有一个失智症的人的时候，其实你的生活中就失去了欢笑，你是笑不出来的，只有那个失智的人会笑。但是恰恰是在这个时候，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要一笑置之，真的不能太认真。对失智症的这个家人的所有的行为、所有的言谈，你都不能很认真的去对待，因为你一认真，其实你就上当了。因为他讲过就忘了，然后你要记一辈子，下一个就轮到你。那你全家都跟你一样不认真吗？我妈还好，我妈的情况其实就是一直在重复，所以我女儿有一次看我为什么跟我妈的回答就是她问了我就回答，问了我就回答，她很不理解。后来我就跟她讲说，阿嬷不会记得她问过的东西，下1秒钟又在问了，然后我们的回答是越来越漫不经心，越来越不认真。后来我就反省，我说每一个回答都要很认真，因为那都是他的第一个问题。就是很多这样的情况，如果家人的步伐没有办法协调的话，其实到最后会闹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张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我很感谢我的大姐跟二姐啊，我觉得他们很 open 啊，就是其实真的是在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面对了很多的怎么讲啊，很多的摩擦，很多的不谅解。但是我很感恩的是，还好，因为我们家里人，我们都是同样的信仰，我们都是基督徒嘛。后来我们几个人，我大姐、二姐还有我姐夫哦，我们几个人就一起在那边祷告，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的，所以反而他把我们的家里人的凝聚起来。有时候我发现我学到一个功课，就是 there's no solution。We keep looking for solution， 怎么办？ But actual fact, there's no solution. You just need to find the strength to journey with the patient. 你就要找到自己的一个动力 ，whether 是外在的，或者是你内在的，然后你就继续这样的一个行程哦。我看到的最痛心的时候，也是一个家庭怎么因为一个看顾者，对不对？其实本来大家都是爱的 ，basically 家里都有爱的，可是当那个看顾的那个责任跟那个 challenge 那个挑战推到极致的时候，你就开始看到很多的裂痕的出现了。可是如果这个裂痕没有很好的去修补它的话，我曾经有个好朋友就跟我讲说，即便他的妈妈去世之后，他发誓再也不要跟他们来往了，不要跟他的兄弟姐妹来往了。所以我的小舅就一直提醒我们哦，就是 What your mother want to see is the sibling, the three of you and all these are still intact。从失智症的家人的身上，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修炼，然后这个修炼其实就看我们自己的功力如何了。